简单的雕花，可以坐下2个人，也可以1个人单独的坐。这边还有一张4方桌子，这里啊还有一件蓑衣。这里是湘西州宝靖县岩角村，整个村子建在山顶之上，周边呢都是悬崖峭壁，这边的海拔挺高的，接近800米左右。没想到啊，这么高的一处地方竟然通了公路，车子呢可以开到寨门口，然后步行走到寨子里面，可以去看一看。整个寨子呢古色古香，大部分呢都是纯实木结构的房子。寨子最大的特点叫做岩角，那为什么叫做岩角呢？实际上房子的右手边是一大片的悬崖峭壁，通过航拍的镜头可以发现非常的美，也是看起来特别的壮观。寨子的下方呢就是湘西著名的油水河了。那现在我们闲话不多说，走到寨子去看一看。这个地方的环境确实挺美的。刚刚我又遇见了几个本村人，他们说这里环境这么好，搬下山又没有地，然后所有的生活物资都要靠去买，干嘛要搬下山呢？住在这里挺好的。确实也是如此。你看这户人家的院子，一眼可以看到对面的大山，给人的感觉啊特别的舒服。底下这几栋房子，你看零零散散的建在一起，也挺有那种农村的意境的。然后寨子里面啊，显得特别的温馨和安静，偶尔呢可以听见一些小猫小狗的叫声啊，还有大山里面那些鸟儿的清脆叫声。我觉得住在这里给人的感觉心情挺好的。家家户户都有个小院，基本上房子都是紧挨着建在一起的，底下这条小路铺的都是青石板。从这边小路走过去，又是另外一户人家的院子了。这边的房屋，我发现大部分好像都没人住啊。看镜头前方的这栋木房子，感觉都荒废很多年了。我们可以走过去看一下。这栋房子的房前屋后啊，都已经长满了杂草，感觉很多年都没人过来打理了。然后那边就是一大片的崖壁。刚刚进村的时候，我也了解到，我说这个地方很偏僻，干嘛老百姓都不搬下山呢？他们说祖祖辈辈在这边生活已经习惯了，都不想搬下山了。山顶上有他们的土地可以耕种。那我就问，为什么当年会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，尤其也不通公路，在这里修建房子呢？他们说啊，在古时候，大概清朝末年到民国的时候，我们湘西这边啊特别多土匪。当年他们的祖辈呢，在山上都是为了躲避土匪，在村口的位置有一个关卡，然后土匪想攻入他们寨子呢，几乎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当年祖祖辈辈啊，都是在这边，就是隐藏在山林里面躲避土匪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像身后的这栋房子啊，少说都是建了好几十年的房子了，基本上结构呢，保存的还算比较完好，只是外墙的这些木板呢，都已经坏掉了许多。这栋房子啊，将近是有10年左右没有住人了。寨子里面随处可见这样的古树，像身后的这棵古树呢，好像没有叶子了，应该干枯了。感觉和这个寨子啊挺搭的，整个寨子显得是非常的古老沧桑，好像没有多少生气一样的感觉。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陆陆续续的搬下山了，可能不久的将来，这边啊也会变成一处无人村了。毕竟现在生活是越来越好，再也没有土匪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这栋房子，看整个板子之上都写的有字，东山后天这个25，其实它是一种标志。
这栋房子呢，应该是他的房东啊想把它拆走，然后要先打上记号，但是拆的过程当中呢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拆了一半，后面呢就不继续的拆了，房子呢就荒废在这边，所以感觉特别的奇怪，可能是突然之间拆到一半就不继续下去了。看东山后下2，这些都是木匠师傅标的一些记号，所以啊，这栋房子可能在当年拆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特别的好奇了。每个位置都写的有神左2，正神下，这边呢是土家族的神坎位，所以呢都是单独的标有记号的。整栋房子没有多大，进深呢也将近6米左右，总共有3、3、6、9，只有12根立柱，上面的排扇呢有穿方，有这些瓜子。这是当年啊，按着我们中国古代鲁班大师的一个建筑方法去建造的木房子，全部做的都是榫卯结构的，非常的结实。像这样的房子，基本上把它的基础做好，然后房屋不漏雨啊，少说100-200年，这样的木头房子它是不会倒的。这边的位置也都全部做好了记号，也是拆了一半就不继续下去了。这边整个地面呢还铺好了楼板，挺可惜的。然后这栋房子它的旁边还有挺宽的一些地，基本上是可以开垦出来耕种的。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湘西的一些闲置房，大家都觉得湘西的景色挺美的，来到湘西居住，尤其到夏天避暑应该挺不错的。我也感觉来到这边啊，有一点点热，但是在这个房子里面还是挺凉快的，因为这边的海拔呢比较高。门前啊有一大片的这个小竹林，那边呢还有一些板栗树挡住了一些视线。实际上这边大家可以远远的去眺望看一下，还是非常高的，基本上看过去呢，对眼一看也是看到对面的山顶。寨子里面家家户户都会有很多老物件，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，像这张凳子已经是很多年了，底下还有个简单的雕花，可以坐下2个人，也可以1个人单独的坐。这边还有一张4方桌子，这个就是我们湘西的小背篓啊，底下是一个镇子，基本上每年的冬天都会打糯米糍粑，这个就是蒸那个糯米的。这个应该大家都认识，这是一个风车，在农村里面是必不可少的。晒稻谷、玉米都要用风车先吹一吹，然后再拉到院把去晒。这里啊还有个好大的磨盘，这个磨盘都是实木做的一个底子，上面呢是一大块的石头，但是上面还有一块啊，现在已经看不到了。这里啊还有一件蓑衣，就是那个棕树的那种类似于叶子编织起来的，拍了个圈。人呢就穿着蓑衣，下雨天呢，它可以起到一个防雨的作用，还可以保暖，就是按着人的一个形状，一个背这样子编织起来的。现在好多都是关着门的，都没人在家。看这栋房子还修得挺好的，旁边还有一座阁楼，上下2层结构，底下是砖房，上面是木头做的。这个地方应该是整个寨子最宽敞的一处地方了，周边都是古树啊，夏天在这里避暑实在太舒服了。然后这边啊，村里面捡过来一些大的木头，给它锯平了，上面呢就摆长桌宴的，应该是有些重大的节日都会有很多客人来这边吃长桌宴的。这些
小凳子呢，也都是村里面捡过来的一些木头，给它打磨一下，然后上一下油漆，当做一些木凳子，客人呢都可以坐在上面享受土家的美食。这边应该是村里面发展起来的农家乐，这里的环境真的是太好了。然后整个场地呢，就是基本上就是随意的去按着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去搭建的。像整个这个平台呢，应该都是搭建起来的，围绕着这一排古树这样子去搭建。那边呢有露营的帐篷，还有一些座椅板凳。站在那个平台是可以看到底下的有水河的。大叔啊，这是你们家的吗？老板的。老板的哦，你在这边帮忙做事情。这个农家乐还没开起来吗？吃饭有提出。现在吃饭已经有地方了。哦，这个是搭建的一个灶台是吧？哦，还没有完全的做起来。下面客房，等过一段时间应该就可以在这边自己动手做饭了。对，环境还是挺不错啊，这个地方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这里太美了啊！底下的有水河，水是碧绿碧绿的，那些房子尽收眼底啊。下方还有一条千青公路，去往清水坪和里耶方向的。我们一直呢就是沿着公路那边弯弯曲曲的道路上山的。每天忙碌着拍视频，好想静下心来，坐在这边懒悠悠的躺上一天，看看远处的风景。哎呀，在这边再有些美食就好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下次有机会啊，好好的过来这里体验一下。那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石头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